My dad would really love you。对啊，有时候我脑海中都会跑出一个，我爸爸也在，他跟果果可可，跟你，跟大家，反正都在家里的情境。That's perfect。少了你的手背当枕头，我还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在他的车上。听起来有点奇怪，但是故事是他的一个朋友邀约我出去玩，他负责开车，他其实就是朋友的朋友。因为我有先问我那个朋友说，那这个旅程会有什么人啊？他就说，会有谁，会有谁。然后他特别讲到这个人的时候呢，他有说他正在跟一个女生正在 dating， 所以我就心里有个印象，这个开车的人就是有 dating 对象那个人。我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他是转过来跟我 handshake， 就是很帅的说 ，Hi I'm Eli，Hi I'm Blair。重点很好笑，是因为我们那一车人都是外国人，所以我们就整趟旅程都在讲英文。跟他相处了3天之后，才发现他会讲中文。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是蛮是我的菜的，因为我就很喜欢英文很好的人，然后眼睛小小，很会开车，完全都中。但我是一个可以分得很清楚，就是如果你有在 dating 的对象，我绝对不会让自己晕船，所以就完全没有任何的遐想。他对我的第一印象一定很糟，因为我就是没有很想去那趟旅程，稍微摆烂的心情去的。第二个是我的那个穿着真的是有够俗的，因为我那个时候真的也没什么穿搭的概念，决定要去这个旅程很临时，所以我就随便在办公室抓了拖鞋、legging、超级大的 T 恤，很丑。然后我们还去爬山，我穿了一个尖头拖鞋，他就觉得这个女生很瞎。第一次是我们的朋友邀请，算是我们一起出游。那次我开车，威尔就是其中那一位朋友，在你的工作室的对面上了我的车。我的第一个印象的你，穿着很奇怪的服装的搭配，非常长的一个粉红色的，感觉是睡衣，底下穿着墨绿色的紧身裤，配着一个看起来像是想要很正式的那种蛇皮拖鞋。当下坦白说，我实在不太知道你的穿搭的 sense 是什么，我只想说，你应该就是很想很 chill， 想要 relax。第一印象非常漂亮，非常大方，非常好聊。过了大概1个半月、2个月左右，就有一次机会，他在 Facebook 上面主动联系，关于一些电动车相关的问题。从那次之后，我跟你就开始聊天，后续有些机会产生，我们就互相约，互相出去吃饭啊，去外面散步啊。因为我们2个人的家其实住得蛮近的，就开始有一些约会的机会。第一次其实是因为你那时候很贴心的寄了一份我姐姐很喜欢的柠檬砖给我姐喝，因为其实我不喝柠檬，我就觉得很想谢谢她，我就问她说，那我邀请她吃饭，我就有一天就跟她约要去吃饭。那在吃饭之前，我就约她去看飞机，因为我也知道她很喜欢坐飞机。这是我们第一次约会。那一次约会，我就其实对你产生很大的好奇。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你的眼睛就一直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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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来动去，你就感觉到她无时无刻都在想很多事情，不管是工作上的事情，要聊什么天呢？一个很有想法、很有执行力，也很可爱，表现出来的是这些了。后续的就更多次的就是约会的经验，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蛮积极约他出来的。我会开始约他是因为我确定他没有女朋友，也没有 dating 的对象，然后就大家各忙各的工作，偶尔会想起这个人，所以就蛮想约他出来约会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敦南成品要休馆了，然后我还很瞎的跟他说，敦南成品要休馆，我们要不要半夜去看书？然后被他拒绝。还有一次我跟他说我在国父纪念馆遛狗，拍我家狗的照片，然后他也拒绝我，好像就被他打枪很多次。我就死缠烂打的约他出来几次之后，可能就感受到我的魅力了，所以他就开始主动也会约我出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 process。其实我有跟你分享过，我跟女生，我自己有设定给自己一个 routine 或者是一个 rule， 我会希望我们能够见面5次 ，like 5-date rule。见面这前3次呢，完成之后，我就会去询问我自己说 ，Do I want to see her more， 有没有这个冲动？那当然，我跟她其实约会过3次之后，就有很大的冲动，想要再继续跟她约会。第4次跟第5次我们见面之后，因为我可能本身自己的个性，我不是一个特别主动的，你是一个比较主动的人，所以比如说你吃饭的时候，你会直接坐在我旁边，左边右边，然后一起聊天，就靠得比较近，就有一些比如说牵手啊这些肢体的互动，就互相夹菜啊，互相照顾啊，这个是我对于这个感情，就我想要有的这个人生最重要的一份感情跟这个爱情
情的一个感觉。大概过了4次5次之后，很确定想要继续交往下去。在那个时间点的我，其实也是一旦要交往，就是想要很认真的交往，所以我就算是也很认真的问他说，这是我们约会完第5次，这也是我的 5-day rule 的一个第5次，只要结束之后，如果我们要继续走下去，我就会很认真的问他说 ，OK, here we are, and then if we're gonna go, then we're gonna go. 你要一起 go 吗？要认真就是要认真下去了。如果我们没有要认真下去的话，那我们就有点是原地解散的这种概念。我们有这个很 serious talk， 在你家楼下外面坐在车上，大概坐到凌晨3点嘛。Then she said OK， 就开始了。我刚刚很相反，就是我是很看感觉的人，我不会有什么5天定律啊，只要感觉对了，什么都可以试试看。他本来就是我的菜嘛，所以2个人就是情投意合又单身。但真的要讲他什么优点，他一生就是这个人从头到脚都是我喜欢的地方，又对我有他那种男人霸道的好。我邀约了一群朋友来我们家玩，当天就大家都来，我们就准备好菜给大家吃啊。我是主人嘛，别人来了我们就是尽心的去照顾大家。这段时间我就一直观察到，不管我请你怎么样协助什么事情，我们都会眼色就是直接看得出来说他有很多不开心的地方，或者是我想要怎么样，然后他就硬要往另外一个方向去做某一些事情。客人在家里，我们2个又没有办法共同和谐的相处的情况下，就很尴尬。就我想要这样子做，他想要这样子做，就变成我们2个很不同心协力在照顾大家。然后我也表达出我的不满之后，那一天就是有点就起了比较大的冲突。大家回家之后，有点把这件事情掏出来讲。这个聚会的后半段，他也就基本上就在房间里面就也不出来了，那大家就很尴尬，你们2个人的家，你也就在里面，然后不出来跟大家，然后大家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们那一天其实一直到2、3点，我后来心情不好，我就出去跟晚上聚会的人就在外面聊天啊，散心。他就打电话来说你在干嘛？回家反正我们就把这件事情聊开了，就互相知道互相在意的点是什么之后，慢慢往和好的路上去迈进。印象最深刻，第1次应该是我在我们租屋处，我们其实很少吵架，但只要2个人有不开心、不爽的地方，声音就要越大。我们都说那是沟通，但那一次就是他特别大声。我是一个没办法接受有人吼我的人，他一吼我，然后我就马上安静，我就收一收我的东西，就趁他不注意我就逃走，音讯全无的离家出走。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都找不到我，我也不接他电话，然后就隔一天，他知道我一定会去上班，所以他就来我公司，直接开门就冲进我公司里面我的办公室。进来之后，他就把我的办公室的门关起来。反正每一次吵架，他就是很勇于低头的人，不能说低头，就是他有错没错，就是这件事情已经不重要，就是他都会退一步的让我们和好。我现在回想起来，很多时候我们2个的争吵，他都会是第一个低下头，不管是隔1天还是隔没多久之后，然后来跟我说他知道他错了，或者他还来问我他到底哪里错了。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觉得很难得的。因为我是一个很情绪和想法很自我中心的人，你又是刚好一个非常相反的人，你是什么事情都把别人的需求放在前面的人。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吸引了对方，但也因为这样，在你身上学到了很多，要懂得怎么样去尊重别人，真的把别人的想法听进去，融成我的想法表现出来。在每一次吵架，你都会先让步，但我觉得不代表低头，他会先跟我们展开来说这件事情到底哪里有问题，你的问题是什么，我的问题是什么，他会把它摊开来讲。所以也不是每一次吵架都是要低头了才会和好，而是每一次都会有进步，我们会更懂得、更抓得到彼此吵架的步调，反而就越来越少吵架，就到现在就是完全不会争吵，只会用沟通的方式。我也更懂得在第一时间直接道歉。他不管是对家人的付出，对我们家人的付出，或者他对工作的投入，又很聪明，又很漂亮，又非常有想象力，随时都可以解决任何问题啊！也帮助到很多常常在追踪他的这些小暖们。我知道他对于这一些人心中，不管是信心的建立，或者是给他们一个安全感，或者是给他们一些支持，他帮助了无数上千上万的人。有几次我们就是起冲突，但是我们起冲突的时间跟我们和解的时间就差不多半个小时、1个小时吧。我们就沟通事情，讨论出来一个共识，互相承认互相的不好，找到一个共同点，就哇啦结束。这件事情开始重复的发生之后，因为我本来就已经只看得到他的优点，再加上原本可能我们2个会起冲突的这一点又有点解散掉了。And, you know, it's perfect for me, for us.
因为我们家之前有发生一些事，我是一个遇到一些事情，我不是很积极面对，就是很鸵鸟心态。如果说我擅长的，我就会积极面对。但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可能在家里只有我能扛得住的事，我又很鸵鸟心态，因为我很怕我自己受伤，加上我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精力，也是一个我不擅长的领域，他就完全的介入，把我们家这件事情从头到尾的安排、的联络、的规划，几乎是为期半年的时间，把它处理到好，把我们家当成他自己家人在对待，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很无私、很有爱的，完全可以想象，如果他有他自己的家庭，我们会有多幸福。我们家的人就比较没有仪式感，蝈蝈要生日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可能就是家里买个蛋糕，你就很用心的知道了我们没有要特别帮他举办什么样的 birthday party 之后，就精心筹备去找了全部 Elsa 主题的东西，气球啊、帐篷啊、蛋糕啊、饼干啊、服装啊这些东西，你的执行力极高。我会觉得你好像做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回想会知道这件事情其实很困难。把这东西全部组成之后，让蝈蝈跟可可下课之后，就有一个那是 birthday party 在他们家里等他。我现在回想起来，还蛮感动的。他做的事情都不会是那种马上想到，或者是一件大事，都会是日常生活中的非常非常小的细节。早上起床，或者是晚上睡觉前，他都用他的方式在照顾我。那最感动的事情呢，应该就是把我的名字跟我的生日变成他的车牌吧。因为他就很爱他的车，因为我就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然后每次很生气或是某些事情不开心的时候，然后我就会看那台车，我就觉得哇，你竟然可以为我做到这样子的地步，我就会觉得提醒我，你很为我付出的人。其实我很常做梦，梦到他不见，或者是可能就死掉。我在梦里都会哭很惨，因为真的没办法想象没有你的日子。醒来都会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然后就连他现在也会很了解我这一点，是因为我只要梦到他很难过的事情，我早上都会跟他说我做噩梦，然后他就会完全没有任何疑问的或是犹豫的来把我抱住，然后说他在这，因为他知道我最大的恐惧不是你喜欢别人，就是你跟别人跑了，或是就不见。有一次我是梦到我们两个要一起死掉，我们就打了一个针，反正我们两个就一起打了24小时内，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掉。打完那个针之后，我就很担心你会先死掉，但又很担心我死掉。就是我的梦里面还睡了一觉，睡了觉醒来之后，我第一件事情就是看你还在不在，你就还在，我就说哇，我们都没有死掉哎，我们又活过一天了。对我来说，你的存在就是我，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最感谢的事情。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你看，就连我现在哭，他都会先帮我找卫生纸，因为他就是会把我的需求放第一的人。世界上真的没有人可以容忍我的情绪，还对我这么好，然后没有离开我的人。我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其实我这辈子活到大概20、30出头岁，我从来没有预想过我会遇到像你一样这么，我不能讲完美，但 it's like the perfect combo for me。我没有想过我可以遇到这么聪明、工作能力这么强、这么可爱、这么体贴、这么在意家人、孝顺长辈、照顾到身边所有事情，还有很多其他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这么 lucky to have 这么好的一位。我会跟他说，我会好好照顾自己。我会跟他说，他跟我讲的话我都有听进去。我会跟他说，我会好好照顾你的家人。我不知道就你一定会很装坚强，假装没事。你是一个外在的人都看不出你情绪的人，那其实你的内心超级柔软的。我想要跟你说，就是我觉得你要去找个人分享你的情绪，然后就我不在了，讲不出口，但是又觉得心里面是希望你要幸福。觉得你要找一个跟我一样爱你的人，因为你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你值得这样子的幸福，然后你值得一个很美好的家庭，因为你一定是很好的爸爸，就是跟你在一起只是会让身边的所有人羡慕的人。反正我就不在了，我也不知道你跟谁在一起。
反正就去找一个比我漂亮、对你更好的人。要好好吃饭，乖乖运动，不要熬夜。而且就继续做他让他感到快乐的事情。当然了，我觉得他们会蛮合得来的。我爸不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昨天是我爸49周年，我之前有跟他讲过了。我觉得我爸会很喜欢他。从小没有很喜欢看书，你看了很多书，然后我爸也是超爱看书的，然后有时候也是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跟你有时候有点像。而且他又很会观察到每个人的情绪，去给予他们最想要的，去把气氛带出来。I just think that my dad would really love you. 有时候我脑海中都会跑出一个，我爸爸也在，他跟果可可，我跟你，跟大家，反正都在家里的情景。That's perfect. 那个时候的我们应该已经达成我们的财务目标，因为我们又是那么拼的人，我会继续把你从那么拼的环境下抓一点平衡回来，可以很享受当下的时候，造出我们美好的家庭。应该会有3个小孩，你可能就是一个很不会给情绪价值的人，但是没关系，因为我也习惯了。你一定会是非常好的爸爸，但是不要忘了要好好享受每一个当下。反正我加你的这个组合，我们的家庭一定很无敌，不用一定要很有钱或者是很无负担，因为我们有压力才会觉得有活着。但是我们一定要是最快乐的。我希望10年后我们都比现在更自由、更快乐。我脑海中有很多画面，接下来这10年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蛮开心的。有小朋友啊，可能有一个跟他所向往的这种国内外都会生活的生活方式。That was a good 10, you know.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10, and the next 20, and the next 30, and the next 40. I don't know. I can't wait. Just excited to get the next chapter of our lives. From the moment that I met you, I've given you the name, which means a lot to me. Your name is Hiba. Hiba is the greatest gift from God in Arabic. You are the greatest gift from the universe to me. You'll always be my greatest gift. You'll always be my Hiba. 还要抱。讲完了。这是我的 greatest gift。是哦。这是我的 Hiba。我都忘了这个。Hiba red heart blue on fire。很 comfortable。以前有想过上这个真心相谈室会是怎么样的感觉，它结束的感觉比我想象中好很多。反正就表达一些心中可能平常不会有人问的问题，是开心的。有一些好的回忆，我本来就不会太聚焦在坏的回忆上面，跟不错的未来的预想。我现在的心情就是很深刻，觉得如果你遇到了一个值得你珍惜的人，是多么难得，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就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这样。聚焦在别人的优点，每个人都有优缺点。If you want to live happily with whoever, like it's impossible to find someone 就是零缺点的人。But there is someone out there, 他们的优点是完全符合你的。当你真的遇到这个人，你只会想要聚焦在他的优点上面，你就会完全 forget 他的全部缺点。Good luck 。那这支影片呢，是真心相谈室的，应该会就是最后一支影片，因为距离上一次应该是2年前。会想要做这一支影片，其实也是当然是很多人敲碗嘛，然后2，其实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象过，如果是我自己拍，因为我都觉得不可能发生。但我觉得，如果在自己的婚礼上，或者是未来的自己可以看到有一个这样子的模式，又是我自己打造的这种环境，我就会特别有意义。其实这一整个系列的初衷是想要让很多迷茫的小羊、迷惘的灵魂们，或者不相信爱情的人，这是最大的初衷，就是不管是亲情的爱情，因为我拍一系列嘛，希望你们可以透过这支影片看到哇。
原来真爱长这样子，哦，原来这么的简单，原来不是每个人都是完美的。希望这影片可以给你们很多力量，然后也谢谢你们把这影片看到这边，我们未来后会有期喽，拜拜，结束了，谢谢大家。好玩。